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换个人演就成惨男主，程毅用微表情让3个角色一眼分清。换个人演，齐燕、应渊、李莲花这3个角色大概率会被演成3个不同包装的惨男主，都是美强惨，都是苦大仇深，都是动不动就吐血。但程毅硬是让这3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一眼就能分清楚谁是谁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技术。2026年7月，一则数据在影视圈炸开了锅。程毅共有13部剧集同期登上各大平台榜单，前10名里他一个人占了7个席位。5年前的《与君歌》第27轮上星重播，零宣发零预热，直接拿下 CVB 省级卫视收视冠军，连续2天断层登顶。更离谱的是，重播完播率高达 89.2%， 比同期新剧均值高出32个百分点。观众不是没剧看，是宁愿把老剧翻出来再看一遍，也不愿意为那些流水线新作浪费时间。这背后藏着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程毅的戏越放越能打？答案就4个字：长尾效应。他的表演不是一次性消费品，而是那种放久了反而更值钱的东西。齐燕、应渊、李莲花同一底色下的不同面孔。先说齐燕，《与君歌》里的小皇帝窝囊到骨子里了，满朝文武看不起他，权臣当着面摆布他，连太监都敢给他甩脸色。他天天弓着背，垂着眼，一副你们随便欺负我的废物模样。但程毅的处理方式是全剧最妙的地方，他让齐燕的隐忍有了层次感。被骂的时候，他先低头，嘴角微微动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不甘，然后迅速压下去。就那一秒，你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这人不是没脾气，是在憋大招。为了演好齐燕的病弱状态，他在40度高温下反复拉弓200次，控制饮食让脸色更白，吐血时让血从嘴角慢慢溢出，而不是直接喷出来。这种收着演的方式，让首播时甚至被部分观众吐槽像公公，但5年后重播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那些呆呆的表演，恰恰是隐忍到极致的样子。再看应渊，《沉香如屑》里的天界帝君，跟齐燕完全是2个物种。齐燕的隐忍是困兽之斗，应渊的隐忍是神性之痛。程毅演应渊的时候，站姿永远端方持重，眼神清冷忧郁，望向爱人时，深情被刻意压制在眼底。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垂眼，每次垂下眼睑，都在告诉观众，他在忍，他在克制。刑罚受刑那场戏，全身不由自主的抽搐，瞳孔放大失控，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绝望被精准拆分开来。观众评价说，哭是闷着碎的，那种破碎感不是喊出来的，是从骨缝里渗出来的。更绝的是，他在同一部剧里一人分饰4角，应渊的隐忍之眼，唐周的戏谑之眼，玄烨的野心之眼，全靠眼神切换。网友总结，一个眼神就能分辨是谁。最后是李莲花，莲花楼里的李莲花跟前面2个又不一样，齐燕是压抑的，应渊是克制的，李莲花是释然的。程毅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，他是快乐的，他一直很认真的在生活。你看他演李莲花的时候，脊背微驼，脚步轻缓，说话带着点痞气，笑起来眼睛里全是温柔。但藏在这个表象下面的，是10年病痛积淀出的疲惫感，咳嗽前的喉结颤动，运功时隐忍的颤抖，提起过往时淡淡的落寞，全部收着眼，不刻意煽情，后劲却绵长到让人3年走不出来。豆瓣8.5分，开播3年还在被反复提起，靠的就是这种不入俗套的演绎。3个角色，3种呼吸方式。齐燕的呼吸是憋着的，应渊的呼吸是端着架子的，
李莲花的呼吸是散开的，你绝对不会串戏。从成为角色到精准呈现，程毅的表演哲学说白了就4个字：先内化，再外显。内化这一步，他做得极深。齐燕的核心是困兽之斗，一个被锁在龙椅上的少年，每天都在算计怎么活下去，怎么把江山夺回来。应渊的核心是神性之痛，一个为了3界把自己献祭的神君，爱而不能，痛而不言。李莲花的核心是放下执念，一个从巅峰跌入谷底的人，最终选择与自我和解，安于煮茶种花的日常。每一个角色的内核，他都先吃透了，再从这个内核出发，倒推这个人在每个场景下会怎么反应。外显的手段就更讲究了，他不是那种高兴就笑、难过就哭的演员。他的表演是靠微表情和小动作一层层堆起来的。齐燕被指责时，表情从麻木到苦涩的递进，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应渊凝视颜淡时，瞳孔收缩与嘴角微扬之间存在延迟，那种被压抑的深情就藏在这0点几秒里。李莲花并发时隐忍的颤抖，不是演出来的，是通过控制呼吸频率和膝盖弯曲角度做出来的。有博主专门做过程毅的演技解析视频，播放量超过500万。观众不是傻子，你用了多少心思，他们是看得见的。对比一下行业里那些反面案例就明白了，面瘫式表演和过度用力式表演是两端最常见的陷阱，前者是全程一张脸，后者是恨不得把我在演戏4个字写在脑门上。程毅的厉害之处在于，他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平衡点，既让观众看得到情绪的流动，又不会觉得被表演砸到。这种克制不是天赋，是技术，情感开关的精准触发。为什么程毅的角色后劲这么大？因为他的表演里有余味。你看第1遍的时候，可能只觉得齐燕很惨，应渊很虐，李莲花很温柔，但2刷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某个眼神里藏着别的意思。原来那1秒他已经在算计了。原来那个笑不是在开心，是在告别。这种越品越有味道的体验，让观众愿意反复观看，反复挖掘。有观众说齐燕是他心里永远的窟窿，每次重刷都要哭一场。底下几百个人回复+1。这种情感共振不是靠砸钱买热搜能买来的。更深一层的原因是，程毅的角色建立了一种归属感。观众在齐燕身上看到了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自己，在应渊身上看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，在李莲花身上看到了与自己和解的希望。角色不是高高在上的纸片人，而是观众心灵深处某个角落的投射。当你把情感投射到一个角色身上，这个角色就活了，就有了长尾的生命力。短视频平台上的二创数据最能说明问题。齐燕的台词像剪辑，眼神杀混剪，遗言混剪，播放量动辄几百万。新观众看了剪辑去补剧，补完剧又回来剪视频，形成一个循环。这种热度从来没有真正掉下去过，只是从台前转到了幕后，从热搜转到了评论区。放眼整个行业，程毅的长尾效应其实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流量剧、快餐剧、注水剧，一部接一部递上，投资越来越大，特效越来越烧钱，但播完3天热度散得一干二净，连个表情包都留不下来。而与军歌这种5年前的老剧，第27轮重播还能把新剧按在地上摩擦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观众不是没有审美，只是懒得骂，直接拿起遥控器，用脚投票。演技不是炫技，是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个人。程毅的长尾效应，表面上是商业现象，本质上是对演员这个职业的一次证明。流量会过期，热搜会降温，
但一个真正被演活了的角色，会在观众心里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程毅的哪个角色最让你觉得他不是在演，他是齐燕那个隐忍到心碎的苦笑，还是李莲花那个释然到让人落泪的微笑？